大家好，本人是陈龙宇。好，那我们这个影片是要跟大家聊聊你家的阳宅需不需要找老师来看？好，就是阳宅的风水到底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列出10大征兆给你看，就知道答案。好，阳宅风水它会直接影响到家庭成员，不是只有你一个，是住在里面的都会。那如果有安神位跟祖先牌位的，那这样子连不住在里面的人，跟你有血统关系的，然后不住在里面的人，比如说孩子到外面读书，也会影响。好，那如果没有安神位，没有安祖先牌位的话，那就是住在里面的人才会影响。那有的人问说，那我租房子，那这样影响我还是影响房东？当然是影响你，谁住在里面就影响谁不是看房子的名字是写什么人不是这样子那它会影响什么？这是基本的影响健康、财运、生活质量，这是最基本的。等一下我们会写很多，所以阳宅出现风水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生活上的困扰和不顺。第一个就是你的生活状况改变啊、那这10个不是说10个都有才算不是这样子它是只要出现一个明显出现一个以上，那它就算了。但是有时候不见得说一定是这是我的经验大概8、9不离10啦。那有时候是你个人的运势特别不好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些问题但是我的经验我看阳宅20几年经验这10点大部分8%-90%都是因为阳宅风水的关系比如说突然遭遇这里写突然遭遇，就是你本来没有，本来不会这样子，突然遭遇就是说，你可能家中做什么变化，比如说你移了神位、移了祖先牌位，或是移床位、移座位，或有时候窗户开左开右都会影响或者说你搬家如果你搬家之后才变得不好的，那一定是，那几乎100%肯定一定是。如果是你都没有什么变化，家中都没有什么变化，然后突然就遭遇到一些问题，那有可能不是，但是也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你自己有什么变化，你自己可能没有注意到，你以为没有好像破财、事业不顺、常生病或者人际关系变得紧张等等这些都是。那像破财、事业不顺，这个是基本的这个通常是什么？纳气不好，你纳到衰气纳到衰气就会这样子，这是基本的，这个很多情况都会这样子那生病的话，一般也是纳衰气那就看你生什么病，比如说肝病，那就是纳到正气、巽气这个你听不懂没有关系的那坎气的话，就是肾脏、膀胱、生殖系统、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嘛人际关系的话通常是跟屋后空或者是屋后有什么行煞冲射到有关那跟纳气也有关那还有严重的话，会有血光之灾、血光意外。好，那这个就是跟行煞比较有关系家中有什么行煞比较有关系？行煞是什么？行煞就是像壁刀、路冲、天斩煞、无极煞等等的那些东西。不知道的人可以去看我那个 YouTube 上面我有传一些那种外在行煞的一些论法你们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好，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家人的健康和情绪的变化。健康的话，通常都是跟纳气有关我刚讲过就是纳到衰气或者是纳到杂气，有时候是旺气跟衰气在同一个窗户或同一个门，那这样子也是衰气。所以这种情况很多大概80%以上的房子如果没有调整过房子都会纳衰气。这个也很符合那个二八理论我的经验是这样子，我看了20几年的阳宅我去到现场看，有80%以上的房子纳气都不对。那情绪的变化，情绪跟纳气也有关系，还有跟高压有关系这个房子你的前后左右有高压，也会影响情绪。那还有什么？还有像噪音噪音，还有像空污有些地方它会有那种什么特殊的那种味道，比如说人家排放什么化学物品废弃物或者是什么污染物，或是那种甚至那种什么动物我的粪便之类的，也会影响到情绪的问题。还有像光害比如说对面有反射那个光线过来
好，这些都会啊。我们只是大概举例一下哈，还有像电磁波也会，比如说那个有高压电线经过，啊，或是这种什么基地台之类的，那个也都会有哈。啊，所以家人的健康状况和情绪变化也是风水的重要指标啊。如果家中的成员频繁生病啊，精神状态不佳，情绪起伏不定，或者常有意外事故发生，这些也都是。好，再来第三个，你可以去参考动物的反应啊。你家里如果有养猫、养狗啊，你可以看它们的反应就知道，因为动物哈，它们的灵对这种周遭环境比较敏感，对这种周遭环境的气场，它们比较敏感，所以它们如果觉得哈这气场不好的话，它们的行为就会有异常，比如说频繁吠叫啊、焦躁不安。无缘无故拒绝进入某些房间或区域，这种的话通常是指什么？就是那一间房子的磁场有问题，磁场不好。那如果严重的话是什么？就是有阴灵，阴的哈，不是婴儿的婴哈，是阴阳的阴，阴灵阿飘了哈，阴灵，那磁场不干净。可能它底下哈有的哈，我见过那种买那种白骨的，没有挖干净的那一种也有。那像这种的话哈，调纳器没有用，这个要进宅哦，这个就要进宅，这个调纳器调也没有用，这个我遇过哈，就我遇过好几个这样子的，调完之后没有用，只有去静一静就好了哦。再来第四个哈，居住的感觉，这是你自己哈。有些人对磁场比较敏锐的哈，他也会有这些反应哈，经常感到不安、不舒服，或者是睡眠品质比较差的，或频繁做噩梦的，然后在家待不住的，这些也都是。那这些的话哈，通常是跟什么有关？跟纳气比较有关，因为如果感到不安哈、不舒服哈，不安的话是磁场，就是刚刚那个动物那个哈，磁场啊，或者有阴的啊，不干净，跟这有关。它如果是不舒服或是睡眠品质差这种的话哈，它通常是纳气，可能纳到坎气、纳到坤气之类的。那当然正气、巽气也会，但是通常都是坎气、坤气比较严重。频繁做噩梦也是坎气，然后在家待不住，第一个也是纳气有问题，纳到衰气。第二个啊，就是有高压哦，你的房子前后左右有高压，尤其是前面有高压的话，哈，在家会待不住，左右后面也都会。高压如果不知道的话，去看一下我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哈，就是有高压现象会怎么样，哈。这不是高压电哦，高压是指说你的前后左右房子比你高出1倍以上哦，那一种叫高压。那做噩梦的话，还有一种是你的头刚好是被梁压到也会啊、就是你躺下来哦，你头上面刚好有梁哦，这种也很多哦，有的没有避开，那这种也会哦，而且这种还会头痛哦。第五个，家中财运与繁荣的迹象哈、就是财运的变化哈、往往反映出住宅风水的好坏。所以，如果家中突然出现财务问题，例如收入减少，收入减少这个通常是纳衰气啊，然后开支增加，开支增加这个哈，除了纳衰气之外，它还有一个是行家的问题。行家就是说，你的房子可能后高前低，这透天的哈才算后高前低。因为我们这边不是在教学啦哈，所以我都大概讲一下而已哈。或是房子的大门高出路面很多，有一种开门见梯那一种。所以你们如果不知道的话，都可以去我的 YouTube 上找影片看哈。开门见梯，还有像投资损失等等，这种哈，通常也是跟纳气有关，纳衰气。其实哈，纳衰气会影响很多很多范围啦，但是一般的人哈，因为你气看不到，所以他比较不注意这种东西。但是我们会伤人纳气的人哈，就觉得很恐怖。你如果叫我现在去住那种纳气不好的房子哈，打死我都不敢住。不知道的人哈，就看不到不知道，但知道的人哈，你像我的学员哈，跟我都一样了哦。你说每个月要给他多少钱，就要去住纳衰气的哈，还不敢哦。好，第六个哈是神秘现象的出现哈，这个就是有些人哈莫名的看到白影或者黑影，这个也是跟纳气有关，这个都是家中的神位或祖先牌位或是床位，就是看到的人那个床位，他纳了衰气，如坎气或坤气。坎气的话，这个是黑影；坤气的话是白影。那白影的话，其实就是鬼了。黑影的话，哈是怪了，鬼怪哈。好，再来第七个，就是啊、你觉得说你比别人更努力哦，但是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你如果没有努力，那当然有时候成就比不上别人，那是正常的。但是你如果觉得说，诶，你就很努力啦、哦，比别人努力啊，但是得不到回报，这个通常哈、
也是跟阳宅有关，而且它通常也是纳衰气。这个像我自己就很有体验因为我小时候是纳坎气，我家神位祖先牌位都纳坎气，然后我国中开始到高中是纳坤气，神位跟我的黄金纳坤气那我小时候跟到高中前纳气都不好所以我从国中开始我就很认真在读书，我每天能够读到1、2点。但是成绩就比不上别人虽然我在那个升学班，但是成绩就是比不上别人。有些人念的时间没有我多，但是成绩都比我好但是像我那时候就是退伍了之后，我要考普科大，我住的地方就纳对气迎纳旺气的。结果我随便我准备3、4个月而已，我就第一名考进去了所以这个纳气就是这么奇怪因为我纳坎气、纳坤气的时候，不知道很辛苦这样子，成绩就没有很好。我那旺季的时候随便准备一下3、4个月而已而且我不是本科的，文组的，所以我考那电机系的，我还第一名考进去的。所以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那旺气的话跟那衰气那个是天差地远好，再来第8个总觉得有人在扯你后腿尤其是事情本来快成功了，结果觉得临门一脚，总觉得有人破坏。好，那这一种的话通常是没有靠的。如果是座位的话座位、床位无靠这种都不行。座位、床位后面是窗户、门或者没有靠这个都不行，这个都会有这种现象。再来就是你的房子本身无靠也会这样子。那有的不止无靠，有的它还有壁刀还有天斩煞，那更严重那种更严重，那个意外血光之类的，还有那个脊椎方面、背部方面容易出问题。再来就是纳衰气也会一样，纳衰气也都会这样子在第9个，觉得自己没有桃花，或者是都是烂桃花，就觉得说自己缺乏良好的桃花运总是遇到不适合的对象。然后这个跟家中的风水布局也是有关，像这种的话，一般也是纳衰气。有时候是行煞的问题有一些桃花煞，比如说什么家中有藤蔓纠缠的，藤蔓它又开了很多鲜艳的花那一种。那再来最后一个第10个就是小孩子叛逆不乖，或是家人感情变差，像这种也是。那这种的话通常也是纳衰气。那小孩子叛逆不乖的话，有时候是前面有高压，我们前面就是指明堂了明堂就是你房子看出去前面这如果是公寓的话是看客厅落地窗那边看出去，不是你的大门看出去有些人不懂以为是大门，透天的才是看大门。公寓的话是看你空气阳光进来最多的那一面以那面为主。那面看出去如果很杂乱，那小孩子就会不乖。那这种的话纳衰气也会，前面明堂杂乱、明堂高压这些都会了像今天我去看阳宅客户他就问到说，他的小孩子就是没有办法定下心来读书，那怎么办？这个其实可以通过纳气来做调整。你们如果有看过那调整案例就知道我一个堂弟，他国中没有毕业那个例子然后我帮他调之后，他每个月的收入就很稳定然后最近他跟我报一个喜他的女儿考上台北师大，成绩也不错，他的孩子的房间纳气也都是按照我帮他规划的来调的，所以成绩考得也不错今天那个客问说他的小孩子比较静不下来读书，那怎么办？这个其实如果是静不下来的话没有定性的话，可以收更细可以那调做更细如果说这小孩子反应比较慢就是比较迟钝，不够聪明那一种，都要收离气还有的觉得小孩子比较没有主见，感觉做事比较拖拖拉拉那种，可以让他收前气再来有的觉得他什么沟通能力比较不好的你可以让他收对气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来做个结论以上10点是已经居住一段时间，大概就是3到6个月以上这它其实只要3到6个月就会感应的。那如果你有安神位跟祖先牌位不用3到6个月，有时候当天就感应了那如果尚未住进去的或者还没有感应的但是已经知道说你房子外面有很严重的形煞，比如说这个壁刀路冲天斩煞、无极煞很严重形煞这些，你就不要再等到事情发生再去找老师如果有这些的话那应该要赶快咨询专业的风水老师。如果说没有这些形煞，那你住进去一段时间3到6个月以上的，然后已经有这些感应的那我觉得80%-90%就是风水有问题了。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